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在关税威胁影响下，美股出现了再次的回调，但蛇口坚挺走强，盘中小级别还给到了多次的买入机会，做多依旧还能够赚钱。而特斯拉受消息面的影响再度大跌，重新回归289的支撑，反弹一触即发。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00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会讲到有关纳指的市场观察。阿哲会通过防守阴线的一个讲解，告诉大家在目前这种下跌调整当中，何时是再次的买入机会。同时，也会告诉大家在今天日内的支撑和压力，我们看到哪些点位。而通过对于指数的了解，我们就会知道后续究竟怎么去买卖股票会更加安全和可靠有效。然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会讲解到有关个股解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皮尔提亚、Coin、半导体指数、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以上内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其中的Circle是我们最近一直去提及的，有可能出现市浪底的一个行情，而在昨天出现了明确的启动信号，日线上说不定也能够产生一些不错的交易信号。我们今天也会重点去讲解。如果您是之前Circle并没有上车，并没有及时买入，那么现在再给到交易机会，它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在讲解个股之前，阿哲依旧要讲一下有关指数的分析。首先，什么是防守阴线？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 K 线组合。当市场出现了一根阳线上涨，而第2天是一根比较明确的下跌 K 线。什么叫明确下跌？就是当天的最高价没有比昨天的高点高，而当天的收盘价却比昨天的最低价低，这是一个明确下跌的 K 线。这种一阳一阴的组合就构成了我们的防守阴线。这个防守阴呢，它不一定每次都是阴线，有时候也可以是下跌的阳线。而你会看到昨天又出现这种一阳一阴组合，一根上涨阳线，还有一根明确下跌的阴线，阴线收盘比阳线最低还要低。那么这种防守阴线产生之后，它会有一个买点，这个买点就是收盘价要突破这一个阴线的高点，一旦突破，那么市场容易出现短线的买入机会。这一波高开高走的短线买点就是由此而来。而除了在最近出现了2次的防守阴线，前期其实也出现过，像这一根阴线，是不是它也是昨天有一根上涨阳线，而今天是明确下跌？那么这种 K 线的高点被突破，那么后续的市场没有跌破它的低点，这个防守阴线它代表一种当天有明确的下跌，但如果是强势的上涨行情，这种明确下跌的 K 线有时候反而会产生一些砸盘的低点。所以你要明白的是，这一个阴线它是砸盘低点呢，还是说明真的有资金流出，是一个资金出货，而后续要有一个持续的调整呢？这是我们当下要去分清楚的。不过在前期的这几根 K 线的上涨当中，我们一直有去讲到市场上涨要以高抛、要减仓止盈为主。所以当前如果相对有高抛过的同学，您的手中现金应该是相对有的，并且您的成本应该会有所降低。我要怎么知道它还会不会继续调整？我什么时候要去买入呢？我只需要等待一个信号即可。在短线上，如果市场出现了一个阳线突破了昨天这根下跌阴线的高点，那么这种信号只要出现日线就构成买点，我可以重新去开多单，重新去看涨美股的纳斯达克指数。而假如在后续这根阴线的上涨当中，它不能够去反弹，不能够去把这根阴线吃掉，那么我们都认为它都为反弹，它都还有下跌空间，这是我们防守阴产生之后的一个看法，也是呢在高抛之后重新买入的同学你要去注意的一根阳线的产生，反包阳的出现。而在讲日内的撑压之前，我们再讲一下有关浪形。对于当前的浪形，阿哲把这个图呢稍微修正了一下，在上期视频所讲到的浪形的画法呢有点偏差，阿哲呢偷了懒没有去更新。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去更新一下这个浪形的画法。目前的一个浪形就是走了一个相对的本级别日线的5浪上涨，而在中途的这一个3浪的运行当中，还夹杂着一个小的5浪的运行。那么这是一个当前阿哲对于美股浪形的一个看法。而从这一波当边的一个加速行情当中呢，我们认为它是处于一个本级别日线的5浪行情。
而在前期的视频当中，我们有讲过，这个5浪因为3浪的明显延长，所以浪1和浪5它往往空间上呢会有一些斐波那契的比例关系。我们有给过几个点位，一个呢是0.382、0.5、0.618和1倍以及1.618倍它的一个关系以及对应的点数。其中最近的行情所达到的一个空间是0.382的1浪的空间，20543.3。实际的高点是接近20700，不到20700。所以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说过，对于这个价位，它究竟会不会产生一个压力，还是说还有向上的空间？你要去挖掘它在遇到它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一些反应。而很明显，在最近的行情，不管是消息面、技术面上遇到了这个点位，是不是都出现了一些利空的产生和价格的回落？所以对于20543.3，它的压力、它目标位的阻力是依旧有效的。那么结合防守阴线的一个看待，除非这里直接来一根阳线站回20543.3，同时构成防守阴线的突破买点，那么我们可以去认为0.382的空间还远远不够，它应该要往上去看到20916.6，也就是0.5甚至是0.618的空间。而在没有出现重新站回0.382这个压力、这个目标位之上之前，我们要小心它的调整的持续，不要盲目的重新的在此处刚调整时去买入多单。这也是阿哲标题所讲到的，美股目前静待买点，就等一根阳线的突破。那么如果市场没有出现这种阳线，而是持续的出现回落调整，那么你要注意一个点位，就是20061.33。这个点位呢，意味着本次的美股5浪加速行情是否能够持续。如果这一次调整的力度它超过了20061.33，大家注意了，这个点位不是收盘跌破的意思，而是不能够盘中碰都不能碰到它。如果这一波调整是碰到它了，那么就说明趋势呢有可能会发生改变，而只要在这个点位之上没有去触及，在这里的调整，我们都认为后续还能够有上升的空间，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短线调整不要去碰的一个点位，只要不碰，就还是处于极强的上涨趋势当中。那有同学说碰了怎么办？那碰了不是说它一定是一个5浪高点，但是碰了之后呢，概率会大大增加。我们后续呢还有其他点位要去往下去看，或者说跌穿了，那么它的下跌空间也会打开，甚至要看到前低的低点了。这是对于浪形我们的一个观点的更新和一些重要点位呢，我们再次的去给予大家一个回调要去关注的强弱分界线。希望以上的观点、以上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甚至呢，如果您是财生，阿哲希望您在观看视频时呢，能够为阿哲视频点上一个小红心，送上您日常的一个支持和点赞。而假如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那么阿哲也希望您在点赞之后，可以点击一下视频底下的评论区，为阿哲送上您一句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感谢老同学和财生的照常支持。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来到阿哲频道，那么阿哲也希望，如果视频的观点、视频的技术对您有所帮助，那么希望您可以点击视频当中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您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而您只要点开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所有视频在发布之后，您会第一时间收到阿哲的通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观点和技术。而如果您在学习当中有遇到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您想要阿哲的盘前解析，想要收到阿哲更多的一些提醒，也可以呢选择点击我们首页的这个链接，它是阿哲全网唯一的助教。阿哲的所有内部直播、非公开的一些信息提醒，那么都可以找到这位助教来去获得。感谢您的点赞、订阅、评论支持，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二部分，有关日内撑压红绿灯的一个显示。所谓的日内撑压，是阿哲呢每天盘前都会去给到的一个点位，这个点位只要您是订阅观众，您都能够接收得到。稍后阿哲也会告诉大家您如何能够去领取到每天的盘前解析。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是阿哲每天盘前所更新的盘前解析信息。那么目前你所看到的是7月7号阿哲昨天盘前所给到的一个提醒。一般这个盘前解析会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阿哲对行情的一个主观的判定。在昨天的盘前解析当中，阿哲认为当前的纳指出现了黄 K， 也就是滞涨的超买信号，同时有可能形成神奇九转。所以在最近的盘前以及在周6和周1的直播视频当中，我们都有提醒到一个风险和高抛的机会。当前的美股的纳指的位置决定了我们不能够轻易再去开多单和追涨，
当然了，有一些部分的个股是除外的，比如说奢口。同时可能出现首个上涨缺口的回补，那么是不是昨天就把缺口回补了？那么这种缺口的回补代表一种多方开始走弱的首次的信号，我们需要等待一个明确回调后的再次买入机会，比如说防守性的突破，这是昨天盘前的观点。其次呢，是有关一些个股在短线上、在波段上阿哲一些多空的看法，一般会给到一些止损位和相对的买入的一个信号。因为今天呢，我们大部分的个股都会去涵盖，所以阿哲呢就不一一去讲了。而其中的这个空头的个股，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在行情解析当中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呢，也可以去跟踪。这只标的呢是有可能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的，可以作为如果后续市场调整，它呢可以作为一个空方的一个选择的方向。当然，如果您是不参与做空的，但是你持有此股票的一些筹码的，你要小心它最近所产生一些空方的一些反转的现象。而除此之外，指数和个股的分析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关于点位的预测。这个点位的预测，阿哲会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3只标的，它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每天的点位都有所不同，都是日内的撑压。它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对于这种高点的压力和低点支撑，你要看收盘价对它们的反应。如果当天收盘价能够突破这个压力，说明多方是强势的，短线看涨。而如果低点支撑是被收盘给跌破的，那么就说明空方强势，日内短线将说明空方转强。现在我们看到右侧的图板，右侧的图板是纳指的日线图，在这个图表当中 ，K 线底下有一些红灯和绿灯的显示，它是阿哲呢根据盘前解析点位所去制作的一个红绿灯的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呢很简单，就纯粹看收盘和预测高低点的关系。如果当天的收盘价格是在阿哲预测的高点压力之上的，说明多方强势，它只要保持这种绿灯和无灯，我们就看涨，我们就加仓买入，除非出现红灯跌破了预测的支撑，我们认为它的空方转强，再去减仓，再去卖出。而如果再次转为绿灯，则再执行买入看涨的策略。它呢是一个纯粹的右侧的交易策略。这个红绿灯的真正用法，不是说可以预测每天的高点和低点，而是能够让你跟踪多空的微妙的转换，能够去把握到一些单边或者说强势的多头行情和空头行情。在日常有时候可能会小赚小赔，但是一旦出现明确的方向性的行情，它会让你大部分行情都能够参与得到。而在红绿灯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交易点，就是2根 K 线当中颜色的翻转。如果当天是一个红灯，第二天是个绿灯，它则构成由空转多的买点信号。后续只要保持绿灯，保持无灯就看涨，除非出现红灯，我们再去止盈或者说减仓。反之，如果今天是绿灯，而明天是红灯，则这代表由多转空，这是一个止盈的信号，亦或者是做空卖出的信号。目前我们看到最新的行情走势。在这一天，上周出现了红灯转绿灯为买入信号，又构成防守盈买点，所以这里出现短线的上涨加速。而上周的周五和本周的周一又构成了一个绿灯加上一个红灯这种反转的信号，它有一个多方强势转为了空方强势。这种信号的产生不能说100%会跌，但它至少告诉我们，在下一根绿灯产生之前，这里是一个调整的周期，要开始小心。我们看到前期出现绿灯转红灯的反应，是不是曾经这里出现过绿灯转红灯，而这里出现过绿灯转红灯，是不是在出现之后基本上都属于一个调整周期的到来，除非再次的绿灯的产生，才有希望能够摆脱这种调整周期。那么目前就简单了，按照红绿灯的看法，目前应该减仓，应该止盈，应该有所规范，应该要有所小心，直到下一个绿灯的出现才开始注意多方再次启动机会。那我怎么知道下一根绿灯会产生呢？看到今天日内的预测高低点，高点是20462.17，低点的支撑是20273.37。如果收盘价突破预测高点，则今天是绿灯，又会构成由红灯转绿灯的组合，那么这里多头再次产生机会。当然，如果能够顺势突破防守盈高点会更好。如果不能突破防守盈高点，这里哪怕有绿灯，我们也相对不要买太多，只是试错性的买进。那么除了这种情况的产生之外，其他的比如收盘价在2线之中，以及收盘价可能跌破20273.37，那么这2种情况就说明红灯之后是无灯，亦或者持续红灯，那么后续的走势依旧是偏空，
依旧呢要小心，不要盲目的开多单。以上就是关于红绿灯点位今天的重要撑压以及它的一个简单使用方法。如果您是一个右侧交易者，目前已经有了右侧的明确风险信号，而我们再次投掷仓位要去找到多头机会的话，最好等待起码的一根绿灯 K 线的产生。希望这个红绿灯的点位对您能够产生部分的帮助，或者说更多的视角的分析。如果您想要每天盘前都收到阿哲的一些个股、指数或点位的判定，那么阿哲需要告诉大家如何能够去领取。首先，您一定得要是订阅观众，不管您是老同学、新同学，那么只要您显示了已订阅，那么您就能够收到阿哲的盘前解析，至少1个月内您可以免费的接收。那如何能够去领取呢？很简单，您同样要找到助教老师先，您可以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首页找到助教，也可以现在点击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个置顶评论，就是阿哲所发布的，在评论当中有一条助教老师他的 Telegram。他的联系方式，点击那条链接，您就可以找到阿哲唯一的助教。然后您可以跟他说，我需要阿哲盘前的解析，或者说您就给他发送一个盘前这2个字，他就明白您需要什么了。那么他后续就会告诉您如何能够去领取。这里要提醒一下，您只要是订阅同学，那么您起码可以享受到3重的订阅粉丝福利。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一般呢助教老师应该会邀请您进入到一个粉丝专属的频道当中，在频道里，阿哲每天盘前都会在开盘之前发布这个盘前解析和最新的点位测算。其次是第2个福利，在专属的粉丝频道群组当中，阿哲除了盘前解析的文字，还会给他去发送一些视频，亦或者是内部直播，专门是针对于我们粉丝所去讲解的进阶知识的内部直播课程。一般时间都是在香港时间上午的10点会开始。所以您只要是真正热爱技术分析的同学，您订阅阿哲之后，阿哲呢绝对会把更好的内容分享给各位，只有粉丝订阅同学才有机会能够听得到。最后是我们的第3重福利，第3重福利呢是阿哲认为交易必学。如果您真的是一位偏小白、偏新手，对技术分析不太了解的同学，那么您一定得要先去收听的试讲视频，是由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专门精心所去编排和录制的。这试讲视频当中讲到的就是一个点，如何去买到回调低点，如何在波段上涨时去找到上车点的机会。不管是最近的 AMD， 亦或者是 Circle、特斯拉，都能够在趋势的交易当中找到买点，并且比较容易是买到低点而后容易上涨的位置。像昨天对于 Circle 的盘中的5分钟机会的把握，用到的也就是这个方法。而这个方法就在阿哲所录制的这4讲里面的第1讲 TD5 的买入结构。这个结构学会之后，那么 Circle 你就会知道怎么在5分钟之内能够买到这些启动点和低点。阿哲所赠送的这3重福利，主要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在订阅之后，真正在技术分析上有所收获，真的能够有所精进和学习。接下来我们对于第1部分的纳指环境有所了解之后，我们来到第2部分关于个股解析。而第1支标的我们要讲到特斯拉。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层面，昨天的特斯拉呢，受消息面的影响，又再度出现了下跌。我们曾经讲过空间上的测算方案，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低点支撑。如果您是新同学，可能还不太明白，阿哲呢一般喜欢用170天均线来去观察空间。当市场出现了对170的跌破，当170呢还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向下时，它一般会产生比较不错的支撑，有所投射。正常我们需要用170上方的相对临近的波段高点，而后用它的高点到170均线的这个距离往下投射倍数关系。那么 289.66 这个空间支撑是从何而来呢？就是投射了1倍的空间，你就会得到这个数值。这个点位是在我们上周应该是周2或周4的视频当中就有讲到的点位。昨天的盘中最低是达到了288附近，所以通过这个支撑位，你甚至可以盘中去低吸去交易。而这里我们认为它哪怕还处于下降走势，是不是容易也在此处出现一些略微的反弹行情？不过目前的特斯拉呢，相对环境上有所改变，所以 289.66 还真不一定撑得住。所以在此之前，我们一步步跟踪，先以反弹来去对待。虽然阿哲目前依旧认为这里产生商浪的一个低点的可能性还存在，但是因为消息面的不稳定，我们最好还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们先不看那么远，先短线看反弹。而它的空间压力上一次能够突破
306.63，而这一次不一定能够突破了，它有可能会走一个下降的一个走势，那么反弹力度应该是一次比一次弱的。而假如这一次的反弹是不如前期这一波反弹的力度，那么它很容易会往下去破 289.66， 那么一旦破了2倍的空间，那么下一个空间的支撑将会是 272.69， 而这个点位如果也被跌破，那么这里就不会是一个3浪的启动点，也就是说它大概率不会是一个2浪低点了。那么像昨天这种反弹低吸点怎么去把握呢？其实还是跟上一次这个低点一样的。阿哲呢在昨天的盘中大概11点45分时也提醒到了，特斯拉30分钟呢还差一点点出现低位的低洼区，白 K 呢也就是波段超低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们需要去关注白 K 消失突破，而如果有价值低洼会更好。目前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30分钟的图表。昨天所讲到的一个白 K 和底下的聚宝盆是不是都出现了？好，出现之后，我们要的是白 K 的突破，也就是说这根白 K 突破之后，盘中这根阳线应该作为买点，你的止损就可以放在白 K 的低点附近，而价格盘中就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在这种反弹当中，你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后续跌破要及时止损，如果不跌破往上去走，那么要注意了，这个空方的一个压力是多少呢？它有2个，在30分钟你要注意上方的压力，一个呢是这一个趋势压力带彩虹带，它的一个中轴线现在它是属于 300.238， 以及它的一个上方上沿这个数值呢是 304.765。那么这2个数值大家要有所关注，如果今天反弹，那么在这些点位上是容易产生压力的。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上我们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上，首先它的一个红绿灯的动能目前是一个红灯，因为这种大跌肯定红灯为主，红灯之后呢产生了一个假阳线，我们说假阳会不会见低点呢？是不是要出现一个有效的突破？就类似于前期这个地方它要出现有效的突破才行。这里突破之后呢，这个假阳线的低点将会产生一个支撑，而后目前的下跌也受到前方假阳买入信号的一个支撑。这个地方如果收阴跌破，那么其实前面的位置就要构成止损，而这个地方如果再出现一根阳线仿包构成再次的假阳沉底信号，那么我们认为这里依旧反弹力度还是可靠的，依旧能够往上去看它的一个反弹。现在呢是一根红灯 K 线，那么红灯 K 线之后，我们更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绿灯的产生以及绿灯的持续。那怎么样会产生一个绿灯呢？我们需要看到今天短线日内的预测支撑和压力。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287.665， 而高点的压力是 295.045， 关注这2个数值。在图表当中你所看到这个彩虹带目前显示的是一个黄色，黄色代表在中短线上它处于空方占优，它有别于170日均线，170日均线更多看的是中长期，但是阿哲发现大家主要操作是波段中短期，所以我们呢换了一个趋势类的一个指标。当彩虹带是一个紫色时，说明它的中短期是多头为主，那么回调下跌以做多为主。那么如果是一个黄色的话呢，说明它是中短期偏空，那么上涨反弹则要小心，中短期呢是有空方占优的。以上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上期视频我们说过，英伟达的空间它的相对临近的压力是 160.65， 这个价位在触及之后出现长上影线，而后这里我们认为它是压力有效。昨天呢出现10日星，相对呢比较扛跌，但它确实也在压力位再次出现了一个回落，所以当前 160.65 它的压力有效。而对于交易来讲，这种压力位临近而未突破的情况，则作为短线交易的一个卖点、高抛点，同时不能作为新开仓的一个买点。在这种压力附近，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上的表现。目前我们看到英伟达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它的彩虹带目前依旧是紫色的，那么也就是说中短期依旧保持强势的多头。那么这种情况下回落，它只要不转变这个彩虹带的颜色转为黄色，那么中短线就依旧还是有机会。每次在这种彩虹带中短期看多时，紫色时回调找买入机会，这是一个相对的顺势而为，也算是一种相对傻瓜式的判断趋势的方法。而当前呢，因为离彩虹带有一段距离，就说明它的乖离产生中短期偏高，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它有机会出现回落。
目前它的一个红绿灯是不是出现了红灯？红灯说明空方开始有所占优，而底下的波段又出现了上财童子，所以这个地方呢，它相对来讲要先看一波回调了。左侧的黄 K 如期有压力，突破无效，重新回落10日线，这个地方我们相对要去注意。那目前英伟达除非能够再次走强往上出现绿灯，而后突破黄 K， 包括我们所说160的一个压力。那么除此之外的行情能够出现再次多头的买点之外，其他的时候我们不要随便来再去买进，而是看它对于我们的一个飘带、我们彩虹带的一个回撤，而后去关注它的一个支撑是否有效，再去找启动买点。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今天的日内关注低点支撑是156.807，而高点的压力是158.775，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收盘价依旧跌破预测低点，那么红灯保持，它只要不出现绿灯之前，我们认为它的调整还在维持，这是短线跟踪方面。以上是关于英伟达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AMD。现在我们看到 AMD 的图表 ，AMD 呢，我们在空间上会看到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回调了？从之前远离这一个紫色带，远离我们的彩虹带的多头，远离之后呢，就有一个回调的需要。在回调的时候，它只要不去有效让这个飘带由中短期看多转为中短期看空，在这之前，它的回调以找买入机会为主。它越是临近飘带产生止跌，那么机会则越大。像前期呢出现了这个是吧红灯转绿灯看涨，但是它的反弹力度较弱，又出现了红灯，这就说明你之前的看涨就在这里应该止损，应该离场了。所以我们在之前是不是讲过，这个绿灯的买点你不能买多，因为底下的 BVD 刚下穿，它是属于一种什么买点？属于一种低点变盘。那么买点应该是突破它之后更好的去加仓买进。所以这里的打止损呢，它其实就打掉你一点仓位的止损，甚至呢就只是小小的小亏而已。而目前是回到了飘带，出现了略微的下影线，能不能够止跌，能不能够产生机会，就看下一根绿灯。越靠近飘带产生的绿灯买点，它越是可靠。而目前还没有止跌的再次迹象，那就等。你要知道，目前是中短期趋势向好，我们等一个买点即可。这个买点要么是再次的由红灯转绿灯，要么在 K 线上呢直接有反包阳线，那肯定是最好的。不过稍微要注意的是，它目前是有一个散财童子，也就是说波段上的资金是流出的，所以这一波调整才比之前的调整相对的时间长而力度强。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132.18，高点的压力是136.12，关注这两个点位。以上就是对于特斯拉、英伟达、AMD 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个环节，那么以下的个股标的呢会偏多了，这个环节我们讲的可能会更偏快一点点。我们主要讲一下他们的关键日内点位撑压以及趋势方面的一个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第一只标的呢是 Circle， 我们稍微的讲多一点点内容，可能花点时间。现在所看到是 Circle 的一个图表，在图表当中我们依旧分享过曾经30分钟的2个价位，因为它的日线 K 线比较少。所以呢，最近我们主要是看30分钟来判断方向，而用5分钟去做交易买点。我们之前讲过 176.401 或者说175附近呢为一个支撑价格，而它在30分钟Circle也确实是在这里止跌出现了一些有关于反转的现象，而昨天有些颈线位的突破。那么我们接下来只要验证一下这个突破是否有效，它的后续回调不要太大，那么就说明这个位置是让低点，它很大概率确认了，后续我们做多甚至是日渐看涨即可。在昨天盘中呢，我们是用这个 TD5，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4个课程当中的第1节课程，去找到了2次的交易机会。刚开盘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短线的加速，而后回落时产生的这根阳线为买点。在这一根阳线买入之后，市场出现了一个加速，再一次回调，我们一般不主张去追涨去突破买进，在我们的入门必学思想当中讲的都是如何回调去买进，所以再次的这一波回调是不是同样也构成了我们所说的 JK5 或者说 TD5 的一个买点？所以在昨天2次的冲高回落回调当中，都能够找到这个结构买点，而只要它保持是让低点的有效，那么后续阿哲相信在接下来本周当中依旧会产生更多的机会。昨天我们在最后一次的买入机会提醒当中有讲过，它这个结构产生的买点是有机会去上挑208的，那个时候呢是在11点42分，阿哲这边是香港时间。
而我们会看到蛇口最后的一个上涨是到达了208附近，而后产生回落，最后收盘是207左右。那么也就是说，208是目前在小级别上它属于上涨当中所遇到的第一个压力。那么208呢，也可以作为目前你要去关注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如果不能够进行强势的再次的在本交易日当中去突破，那么今天要注意它容易在日内产生一个回调。那么这个回调是否会打破趋势，我们需要去看一下它调整的一个空间是否够深。如果相对的浅调，它会在今天依旧产生一些回调的买入机会。当下我们所看到是Circle的日线图表，刚才讲的是小级别，但是我们在日线上呢，也不要忘记看到它的一些买入信号。是不是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它这一天是一个红灯，而后出现绿灯？按照红绿灯转换来讲，它是一个简单的买入信号，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红灯转绿灯，是不是只要出现红灯转绿灯，则很大概率这里后续是看涨的？只要保持绿灯，保持无灯，不要红灯，它这里就日线上进入到了一个上涨的周期当中，和目前的纳指和大部分科技股是不是相反的？所以Circle才保持强势。也就是说，在日线上，哪怕今天真的有调整，只要不是红灯，那么相对来讲就风险还是可控。所以日内呢有日内的交易方法，日线呢有日线的交易观念。日线的话，你可以以相对的止损空间来博弈后续的向上的上涨。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的预测低点，它是197.63，高点的压力是219.03。今天只要不跌破预测低点，那么不是红灯就相对调整是安全的。而当前我们在看到它的30分钟图表，30分钟图表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紫色带？紫色带代表中短期目前是向上，是多头，而紫色带也说明它只要往下跌的时候将会产生支撑。那么在30分钟的支撑，你可以看到哪些数值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紫色带的上沿，它的最强的回调，它不会去跌破200.053，当然这是现在的盘中它这里有所改变，但是目前昨天截至收盘最新的强势回调200.053，这个点如果回调都不破，那么后续在这里附近找买点即可。而相对正常的中轴调整是在哪里？是在196.589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希望对您能够日内交易有所帮助。以上就是第一只标的Circle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PLTR， 目前所看到是 PLTR 的日线图表，我们会看到它当前一直处于什么呢？一个紫色的带，也就是说中短期它目前依旧是向好的，只是这个紫色的飘带相对来讲有点收窄，没有持续的扩张，说明它目前虽然走势强劲，但是它的多头呢和空方之间的优势并没有说很大的一个扩展，所以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震荡，飘带呢在缩短，一旦飘带收短到极致，将会由多转空，所以中短线将会走势偏坏，那么这里呢要产生走强才行。那么绿灯 K 线呢突破了左边的一个蓝 K， 同时这个十日星啊有点颜色相近，所以这里呢可能看不太清楚，它直接一根阳线穿过了，吃掉了左边3根 K 线，所以昨天的上涨是比较强势的。因为前方是一个运线，运线高点当前重新的又被站上，所以短线的周期上我们看的是阳线往上方大阴线的高点去冲击去反弹。它只有彻底的走出这个大阴线的区间之上，多头才能够重新站回优势，这里重新才能够比较好的看涨，否则在这里面依旧是以震荡反弹高抛低吸为主，那么趋势呢还不太明确。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这里要小心它往下去有效跌破左方大阴的低点，而当前出现是一个止跌后的反弹，那么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方呢有优势，但是优势还不是很大，多头目前还在。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绿灯能走多远，是否能够去冲击前方大阴高点。看到预测的今天的低点是135.72，高点的压力是142.69，关注这两个点位。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Coin 的股价走势，它是不是也是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趋势？它的中短期呢依旧也是向上的。而我们看一下它底下的资金流出，是不是流出过程当中很靠近零轴，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零轴的下穿，除非在这里出现一根下跌 K 线才会下穿零轴啊，还没有完全靠近。这波调整呢还算是比较强势，但启动的信号，这个止跌的红灯转绿灯之后，它的买进后的反弹是比较弱的，还出现了3小顶。
下跌反弹三个小顶，这里要注意规避它调整的风险了。反弹当中出现三个小顶，要小心它的调整的出现。而目前因为还处于波段的看涨，那么看一下底下这个紫色带，它的上方强势的支撑是多少？这个数值呢是327.461，作为强势的支撑，目前都没有踩到它。如果真的有一根 K 线能够来到这附近，而后出现止跌，那么反而构成强势回调当中的一个买点。我们也可以用红绿灯来去判定一下，目前反弹呢遇到了三个小顶是风险，那么通过红绿灯要看一下今天的低点支撑是354.05，高点的压力是367.0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半导体指数，半导体指数呢是不是也是三个小顶？而后我们说要风险要小心，前面这里也是三个小顶，是不是也出现了调整？不过在前方的这个上涨当中呢是没有红灯的，而昨天这波下跌是红灯的，而且红灯之前是一个十日星，十日星之前是根阳线，这构成了一个黄昏之星的反转态势，所以要稍微小心一点。整体的趋势呢是强劲的，整体波段呢还是中短线看多，底下有上财童子，那么这个地方要小心，它调整的力度可能会强一些。下方这里是下穿了 ，BBD 下穿可能是低点变盘，短线上来讲，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反手线？反手线的买点是突破阴线的高点，那么目前除非出现这个信号能够再次买入，除此之外呢，还是往下看调整的机会会更大。但因为它是整体波段向上的，所以往下调更多的是找买点，而不是找做空机会。我们看一下这个红灯会不会持续，亦或者会不会直接后续又转为绿灯呢？像黄昏之星也不代表100%会跌，如果后续转为绿灯，有防守阴的买点，其实去突破上方它的实行的高点是很容易的。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低点是236.075，高点的压力是240.45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BGO 博通，博通在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之后呢，有所上行，但左侧呢有一个黄 K 的压力，所以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十日星，相对的滞涨信号就要小心了。两根上影线呢，相对同样的区间，有点类似于突破左侧没有成功的现象，所以博通最好还是有一根强阳能够突破左边的黄 K， 我们更加确定它的上涨空间重新打开，不然在此之前呢，它还是有风险的。底下的 BBD 是还没有下穿的变盘信号，而后上财童子又在这里产生，所以黄 K 不突破之前，我们的博通不作为优选的一个看涨买入标的，除非再次经历一个相对有效的调整。在飘带附近出现绿灯，出现买点，我们再去考虑低吸买入反弹。从红绿灯的角度，目前呢是一个绿灯后的上涨，但是绿灯后就没有绿灯了，所以当前的绿灯它在走弱，它在动能在减弱，随时呢可能出现一个红灯的向下。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日内是270.97，高点的压力是275.87，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阿斯麦。阿斯麦的走势前面这里是开始回踩到了一个我们的波段支撑，但是在波段多头支撑下呢，它没有产生特别强势的向上的走势。这里有一个绿灯，然后后续处于绿灯走势，但是绿灯后没有接绿灯，而 K 线上呢，它这里是一个运线，股价目前也是跟皮尔提亚一样在运线内波动，只是它的运线的区间呢会小一点点。所以对于阿斯麦来讲，我们更希望看到一根阳线重新站回到这一个紫色飘带之上，然后产生运线的上破，那时候去买进方向更加确定。而当前依旧是一个震荡，震荡的话呢，你不太清楚它的方向最后选择，因为它目前处于多头的飘带，所以向上的概率更大，但不能够说概率大你就直接先在这里买进，最好等待一个明确的方向性 K 线，而后在这里不要再出现红灯了。再出现红灯，那么就有可能要往下去破这个飘带了。一般这种强势，我们认为多头强势的调整，最好是不要去跌破这个飘带的下沿的。看到今天的短线啊，这个红绿灯的判定，高点的压力是789.29，低点支撑779.6，关注这两个数值。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苹果，苹果呢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它是一个负阴线，而后左边是黄 K。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在这里要开始小心，因为左侧也是黄 K 的高点，它呢还是一个震荡的行情箱体。
这里呢出现了红灯，出现了负线，又是黄 K 的跌破，所以当前的苹果又是箱体上沿。这里呢要看一个对于下方的多头的一个飘带的回踩，这个紫色态能不能踩得稳？它如果能踩稳，就有机会脱离这个箱体，走出波段的上行。像前期震荡行情的时候，飘带的支撑就不可靠了。这个地方是不是直接就很容易下穿了，就打破了？这里是不是很容易打破？它没有太多明显的支撑，所以如果是震荡行情，这个支撑就不明显。而如果这一波下调能够有明显的支撑，这个飘带依旧往上运行，这里就容易走出这个震荡，而是重归上涨。所以当前是红灯，只要保持红灯，我们就依旧观察对于这一个下方多头飘带的回踩是否有效。这里只要不是立马反转绿灯，我们就还是先看一下。当然副阴线呢有副阴线的买点，副阴线后的 K 线高点突破也可以作为买点，但最好能够有效的调整踩一下这个紫色带会更好一些。我们看到今天预测的日内撑压，低点是 205.66， 高点的压力是 213.09，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Meta 的走势，它是不是也还是处于这种相对的多头的飘带？中短期呢，依旧是看涨的。在这种趋势向好时呢，每次回踩这一个飘带上沿附近有绿灯，有红灯转绿灯，是不是都是相对比较 OK 的买点？好，那么现在呢，是不是也是回踩到了飘带有绿灯？但这个绿灯呢，相对是一个阴线啊，阴线的绿灯一般不作为买点，最好还是要阳线的绿灯，所以这里就要等一等。像今天如果能够收一根阳线，直接把十日线突破啊，甚至呢把左边这个我们所说的决策阴线给破掉，那又结合飘带是多头，这里是不是能够看涨？那么接下来呢，很简单，等绿灯阳线，或者说等一个强势上涨都没问题。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构成买点之前，就先看着观望等待。今天的绿灯产生的要求高点是 722.675， 低点的支撑是 709.185， 关注这两个数字。这是 Meta 的解析。在接下来我们看到 MSTR 目前还是处于波段的一个调整当中，它的下方是不是飘带已经走为了上行？之前这里呢是一个红绿灯的三色变化，而后走出上涨。上涨后我们说变盘可以看涨，只是目前这个长上影线，你不能说看涨在上影线买进吧？当前是一个红灯，红灯还没有回踩到这个飘带，我们需要找飘带附近止跌产生的绿灯。那目前是一个红灯，就还属于调整的短线周期，就还不要乱动。我们看一下，在下一个交易日，今天撑压的点位，低点支撑 390.215， 它跌破则依旧保持调整，高点的压力是400.655，突破则是一个绿灯突破，那么这里将会构成红灯转绿灯的买点。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呢出现了一个黄灯之后的破位，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相对的下跌强势。那么这种动作呢，一般在短线上说明它有风险要调整，而因为它处于一个上行当中的飘带，这个飘带呢是不是中短线保持了很长时间是强势的？这种强势就会出现波浪支撑。那么这个波浪支撑，它只要不跌破或不有效跌破啊，怎么看有效跌破啊？也同样的跌破1天，跌破2天啊，也跟170的使用相对合理的，跌破2根 K 线，第2根 K 线不跌破，它的飘带其实就还算是有效的支撑，除非它变颜色。那目前它有往下去踩飘带的一个动作，重新回撤的动作，所以看一下吧。目前处于红灯，就还是观察的周期，底下的龙头引力呢也相对处于高位，这里有调整也正常。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今天是 175.25， 高点的压力是 178.95，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呢左边是一个黄 K， 现在在同样的价位又出现黄 K， 跟苹果有点相似，两个同等价位都出现黄 K， 那么这个压力呢其实就比较明显，所以在这里没有明确的一根强阳突破之前，你不要再随便的黄 K 所处的价位附近去开新的多单，回调之后再买进是阿哲呢更加喜欢的买点，而要么就是强势突破黄 K 打开空间追涨，也算是次要买点，但是在压力位附近没突破之前，你去开多单，这种就相对有点风险，因为你是在赌它会强势突破，而不是回调。
所以这里呢虽然处于绿灯的范围，但因为黄 K 的原因，所以这个绿灯呢相对也要开始小心。那会不会转为红灯呢？会不会真的往下调呢？还是会往上突破呢？看一下红绿灯，低点支撑是 222.92， 高点的压力是 224.84， 关注这两个数字。下一只股票是 SMCI，SMCI 是不是之前一直说波段看涨的？那红绿灯交错之下，它在前方的单阳之上呢有支撑，也可以说呢在上方这根上方 BVD K 线呢有支撑。同样的波段是不是出现了多头走势，而后它的回踩下影线碰到了这个波段强势的回调区，上沿就出现下影线止跌，当前又临近下穿，当前的 SMCI 只要调一调，略微再调一调，底下有多重支撑，又有下穿的低点变盘，所以 SMCI 关注1-2天之内的行情，一旦出现买点、仿包阳线等等绿灯，都作为买进的信号，这是波段的看涨点。我们看到今天会不会产生绿灯？低点支撑是 45.6， 高点的压力是 47.73， 关注这两个数字。我们再看到一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运行呢也是防守阴线，防守阴线的买点就是仿包这个阴线就可以构成买点，而它同样也是处于一个上行的波段当中，只要处于上行波段，就找回调出现绿灯，或找回调收强势反包阳就可以了。目前依旧是处于强势上涨的回落阶段，有没有碰到这一个紫色带？还没碰到，那么就再看一下，也没有买点。左侧的阳线为强支撑，所以这附近能够再调一调，再追买点会更好，会有一个更好的低吸点。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225.75， 高点的压力是 230.86， 关注这两个数字。以上是7月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目前相对的动荡，消息面不稳定。阿哲认为静待防守型买点会是不错的选择，会更加的安全安稳。SIRCO口大涨 9%， 日线30分钟等都出现看涨信号。那么后续呢，我们可以做多为主。而特斯拉因为大跌，则再遇289，在这种行情之下，反弹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